好，来看看今天小狼给大伙带来的还是电神魔魁系列啊。这个电神魔魁呢，给大伙做的是黑骑士啊。这个角色呢，很多人说啊，小狼这个角色那不就是电神魔魁的女主角嘛啊？在这里呢，跟大家伙说一个有点扎心的话啊。你要说那个小天使呢是女孩子，我可以理解，但是你不要觉得这个黑骑士就是女孩子啊。只不过它确实是女性的形象而已啊！当然，这里面很多人说小狼他不会是人妖吧？不会说是那个什么啊？街霸啊，就是快打旋风里面那个毒药是不是？不是啊，因为咱们这个游戏的剧情里面设计的是啥？哎，是设计的这个传说中的这个未来世界啊！这个未来世界呢，你懂的啊，这个人工智能掌控啊。然后呢，这个黑骑士呢，他是一个机械人啊。这个应该叫准确来说呢，它上一部呢还不是这个形象，虽然说上一部呢也是个妹儿啊，但明显跟这个不是一个形象，都不是一个人儿，但它就叫黑骑士啊。很多人说那是不是他一个特工的代号啊，或者说他的意识被上传了啊？有可能，因为大伙儿都了解啊，这个一共有两种变异方式，一种呢就是生物变异，一种呢是这个机械飞升。生物变异呢很好解释啊，比如说像什么转生啊，不吃转生，像《火影忍者》里面似的啊。再呢就是跟大家伙说的这个机械飞升啊，对吧？好，连招非常的帅啊！操作者呢是咱们的这个白发啊，白发去了啊，黑发白熊啊，这是白发黑熊，等我起个名叫白发黑熊就好了哈。咱们的这个白熊哥啊，也是经常做白熊大神的这个视频，各种各样的这个都会做啊，包括《三国战记》啊，他也是做过一个非常飘逸的一个 task。那这个 task 呢，跟大家伙讲啊，主要他这个标题起的啊特别的丧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整个这个游戏当中啊，这个没有几个人啊说比较弱啊，就是有的呢就是明显看出来就不是为了联机而生，有的呢就是联机可以无限连，可以各种涨分。但是呢，这个黑骑士呢，它的标题起的是啊，联机不过百，建议删除。不过呢，连招还是蛮帅的啊，因为它确实联机想要过百挺难的。因为大伙儿了解啊，这个气儿呢不够用，除了站着不动长气儿之外呢，再就是费血。那你没有血了，就没有办法连了嘛，而且对吧？而且它的连招呢有没有固定的无限连，只能通过不同的联机方式去联机。一旦到最后呢就没有招连了，没有招连怎么办？没有招连那就没有办法连了啊，就只能拉倒了啊。所以说呢，它基本上招呢，除了隐藏必杀之外呢，再就是按住 A 之后呢，后前下上，然后第三个钮啊，也就这些了啊。再呢就是投技啊，包括像什么前 A 等等，没有什么别的招。跳起来呢还可以撇一个这个半月波，还可以粘墙啊，顶天就是这样的啊。小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她是女主啊，一直以为她是这个女主，但是呢，看她的这个。因为这个游戏一共就2个角色嘛，天使的话呢没有那个范儿，可能看起来呢有点孬，而且本身天使呢说白了啊，这个在第一部的剧情里面讲得很明白啊，它是一个怪物，但是呢它确实是个女怪物啊，这家破茧成蝶了属于是。然后呢这个黑骑士呢属于一个超级特工啊，就跟这个鱿鱼差不多，而且呢，在第一部里面呢，很多人说他好像是一个 NPC 的角色啊，那你玩错版本了啊！如果是正版啊，咱们的这个街机版的话呢，他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个有这个角色啊，有他这个角色，但是呢，咱们为什么都以为只有3个角色呢？一个是一世啊，对吧？一个是男主，还有一个呢是机器人，那个呢是咱们反而最牛逼的版本 SFC 版啊，也就是说玩的最多的版本呢是超任平台啊，后来它移到街机上的啊，但其实它原本就是街机上的啊，这个选的比较多，而且到目前为止呢玩的人也比较少，就是很多人说哎呀它多了那么多角色，不是应该更好玩？但它的游戏还不太一样啊，它的节奏也好，还是它游戏设定也好，不太一样，而且包括大伙儿了解喜欢选这个机器人，然后无敌的那个也是那个 SFC 版啊。但在这里呢，大家伙小的时候说我不对，我玩的那个3人版也是街机游戏当中的，这也跟大家伙说啊，这是反移植过去的啊，有好多的这个街机也是当年这个就是用这个 SFC 的这个游戏去玩，但是呢，我小的时候玩的时候也是，我也是投币子玩的，也是3个人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会这样啊，但是后来呢才知道怎么回事。但是现在呢，你大伙都了解，有好多像什么千机变呐、什么月光宝盒啊这种类型的游戏，这个盒子啊，就一下可以玩上千个游戏，其实它无非就是一个电脑嘛，对吧？
啊，对吧？它怎么投币呢？就是这个投币的那个设定呢，也可以在家用机里面调试，包括街机。你以为街机咱们叫街机啊 ，ARC 啊叫街机，但事实上它也可以调成家用机模式。比如说咱们玩的拳皇97、98，对吧？你都可以调成家用机模式来调，然后可以打更多的模式。街机模式呢就是闯关啊，或者2个人 PK。家用机模式呢又可以选择这个什么1v1啊，然后对局模式啊、挑战模式、生存模式等等啊。啊，所以说懂的都懂，还有练习模式，但是97没有啊，只有98才能有。现在呢，97里的练习模式呢都是后改的啊。好，当然第2个关的 BOSS 呢，对于新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啊。还好小的时候我会打，我打这个 BOSS 呢就是原地站着不动，然后 AB， 然后他这个影分身，然后我再 AB， 然后他影分身的时候我长气儿，对吧？就是这么个情况。可以看到没有小兵的 BOSS 对于大神来说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啊。他这一顿连击连到最后呢，也没有加多少分。不过很多人说啊，没多少分，这分也挺多的，是吧？这个第1关过去之后，咱们对吧？这是第2关还没到，就100多万。这个但是呢，目前来讲啊，很多人都是用忍者，还有什么呢去报分？忍者呀，用这个男主啊去报分。但是呢，黑骑士就没有报分啊。黑骑士目前好像最高的分数是700多万啊。就是他确实没有办法报分啊，这个包括TAS 的话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，但是人脑的话啊，人脑的话没有，兄弟们啊，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，就目前来讲是没有看到啊。好，可以看到鱿鱼这里面呢，它都是点发开枪，也就是说，并不是像咱们那样一直开枪就可以啊更合适一些，有的地方你只要开1枪就够用了啊。好，这边呢选择了另外一个地图啊，是该里。好，咱们上一部的视频选的是墨镜男，也就是男主啊。但是呢，这个墨镜男呢，这个没有走这个地图。这个地图呢，大伙都了解啊。一会儿那个小房子的那个模型里面啊，会有一段纯真而又美丽的网恋啊。这个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。这个而且姿势呢，还是那个后入式啊。请原谅我就是这么直白啊。对，没有猜错，就这里边。哎，看这个姿势啊，还震惊了一下啊。其实他这个并不是所谓的那个姿势啊，他们是在练那个柔道呢。不知道大伙儿了不了解啊？这个有很多格斗的技击啊，是需要有一种锁技。依我看呢，是这个对吧？这个大师兄锁住了何金英，你错了。依我看是何金英锁住了大师兄才对啊。反正是这个情况啊。要诀只有一个字，那就是锁。好，当然了，这都是开玩笑啊。这个游戏有很多非常的恶趣味啊，比如说之前我们上一次说在那个水族馆那个背景图里，那个大鱼真的是把那个潜水员都给吞掉了啊，也是设计的非常的有意思啊。好，选择练个大血杀，因为上面有补血的啊。直接过图，这里面全是这个房子的模型，怪怪的啊。OK， 可以看到这背景有一个那个，你有这么高数运的机器进入中国，你记住我给出的原理，小的时候。就是研发这个东西的项目，它归阴捐政权管，啊，那主要那个大婶啊，给那吵吵把火的，还拎一个塑料袋，你知道吧？多像啊，对吧？那都是我狼这个牡丹江的啊，这牡丹江号称小联合国，啊，当然了，这个背景呢还有嬉皮士等等的啊。这游戏其实挺有意思，我小的时候觉得啊，这游戏除了剧情完全看不明白之外，剩下的都还好。我小时候也喜欢用黑骑士，因为他的这个技能非常的帅啊。好，大血杀，哎呦我这个血杀感觉就是螺旋升天啊，看起来像一个电影明星，身材不错啊。主要是熊比较大啊，富有且慷慨啊，这个熊啊，你看看你，这，你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可以。现实中有这个身材，我说句实在话啊，我就没什么好说的啊。我出2000啊，我2500，我3000，我3500，我4000，我5000，成交。啊，你不往上叫了啊，我怕喊乱了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里面给的补还是蛮多的。其实这个游戏原版其实挺简单，就是作为闯关游戏来讲呢。到目前为止啊，虽然说很多人说都了解，像这种越复杂的游戏呢，各种招，各种什么的，其实相反没那么难的啊。反而越简单的游戏它设计越难。比如像你说快打旋风，很多人说快打旋风，那小的时候我就玩，有那么难吗？
啊，以我现在的智商，我一定能玩过去。你玩去你就知道了啊。啊，当然这个其他的游戏我就不说了，反正多了很多技巧的。哎呦，这个必杀那个必杀的啊，看起来花胡哨，说我不会连怎么办？没事儿啊，这个好，可以看到这边一顿连啊。这一堆猴子到目前为止，你可以看到，到目前为止啊，刚才都是一直连招啊，连击。连击呢，在屏幕上方会说，一旦超过了100之后呢，它就是会用也不叫乱码嘛，会用一些特殊代码去代替上百的连击以上。然后呢，这个连击打的过程当中呢，它虽然说一直在加分，但是加的分呢非常少。只有在过关之后啊，在过关之后呢，会有一个这个结算的一个连击的一个分数啊，这一点跟《战国传承3》还是蛮像的啊，但是也就那么回事了啊。所以说你看啊，第2关过关完之前是130万，玩完那个奖励关卡，它最后结算完了之后，也无非到现在才160多万啊。所以第2关没有打太多的分，是不是给人一种感觉？这关呢怎么说？这关打连击，主要有的 BOSS 你也连不了啊。你像那个大机器人那个 BOSS 怎么连？感觉好像没法连，是不是？啊 ，TAS 玩的就是确实非常好啊，一顶。大战之前必有补给啊，这都不用说。然后直接跳下去，这上面为什么写个生气？整得我很生气啊！1炮、2炮、第3炮直接打飞，跳下来。好，这个云友壮族自治啊！这关键是这云友是啥意思呀，兄弟们？好，卡住 Y 轴，上面一个大金马，这背后有很多这个啊黑发少女。抱个娃娃，还有少男，穿短裤还穿个羽绒服，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好，在这一直打40多秒，哎，可以看到啊，打这个 BOSS 都打了40多连击啊，也确实很厉害了。血杀，再来一个血杀必赢，打差不多了，一直血杀都能赢的啊，这个游戏反而也就没那么难了，对不对 ？OK， 还打了一个。飞吻的响指儿啊！最后你看298万，还是看连击来算啊。好，这边特瑞加玛丽，年轻版的特瑞加玛丽啊，这个背景里搁这唠嗑，然后看着打架赶紧跑了啊，非常符合现在的社会形态啊。遇到打架呢啊，这个第一时间啊，那肯定是先报警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对吧？这个在保护自身的情况之下啊，这个不要轻易的是吧？这个该跑啊，剩下的交给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咱们就说了啊，懂的都懂啊。OK， 可以看到，现在这个，为什么后背那到底是个什么形象？一个人脸，然后像小蘑菇头似的，然后头上还长着蘑菇。好，可以看到这2个人给这装的啊，这是临街特工啊，属于是搁那跳舞，以为认不出来，其实呢是这个敌方的这个特工。好，这玩的一点看吧，黑骑士的人偶，大家伙了解啊，有这个龙天明的人偶，这还有黑骑士的人偶啊，这都是可以加分的。好，隐藏必杀还是比较帅，打出来都有幻影，而且他这个隐藏必杀呢，不像其他人呢，有的人是发波，有的人是啥的，他跟男主一样啊，都是那种连打，而且可以打的过程当中把怪聚到一起。好。可以看到刚才那个大头娃娃，那大头娃娃让我想起了小日子的一个电影，就是最开始是在一个班机啊，在一个班机里，然后呢这个可能玩那个红灯绿灯小白灯吧啊，就是1、2、3木头人那种感觉。这个娃娃呢一转身是吧，你就可以往前走，它这个背后有个按钮啊，如果你按到那个按钮的话，就对吧，你才能这个才能赢得游戏的胜利啊。我不知道那个电影叫啥，我忘了啊。OK， 刀手这里面拿着2个刀的啊，这是这个游戏当中的一个特殊的怪啊。但是呢，像很多人说不对啊，那这不有2个一样的吗？啊，但是事实上呢，有一个颜色变得非常深的那个啊，那个 BOSS 啊，那个是小 BOSS 啊，小精英怪啊，可以用来打无限连。但是刚才你们也看到了啊，这个黑骑士呢，他跳起来各种踩这个小兵啊，可以这个无限在空中啊来立。有点类似于像那个春丽的踩似的啊，踩好了可以无限踩啊，就这个。
不过黑骑士的话啊，这个我不建议，我个人感觉啊，不建议。哎，这个哥们儿能防住这个必杀，我操，有点东西啊！我不建议新手用啊。其实这个角色呢，我觉得伤害一般，对吧？而且呢，连招呢又不好学，也没啥连招。我建议大家伙还是玩点比较实在的，什么大虫子啊、肌肉男啊啥的啊，基础伤害摆在那儿。当然，最值得玩的就是男主了啊！而且你只要学会这个前 AB， 这招呢可以来一个空投，这个投技伤害是真的高啊，对吧？打小兵都是一绝。哎，给那涂鸦，看没看见？直接这背后有个刷漆的，然后一喷，这都是背后小彩蛋啊！这游戏彩蛋非常多啊。感觉这招特别帅啊！抓住人之后呢，直接一个高抬腿一踢，然后一个下压，直接砸下去。然后背后可以看到那个鱿鱼和那个刷街头涂鸦那个小兵啊，他俩快速的跑向屏幕最右边，然后没了。两个机器人，这一顿打也没打死，然后呢各种后退。这机器人会喷火啊！小时候看这个机器人让我想起那个什么来着？这个机械战警、机械警察那个电影，我记得应该是有3部啊，就是那个 Murphy， 这个他有一次的有一个 boss 啊，有一个 boss 就是这个机器人，这个机器人战斗力啥的都挺好，但缺点呢是不会下楼梯啊，没有设计怎么下楼梯的这个设计，所以说以导致呢有点蒙圈。好，聚到一起。感觉这个 C 这个键啊特别的过瘾啊，一下可以把所有的怪全定住。不过伤害非常的低啊，低到让人理解不了，就感觉好像一直点 C 都能，对吧？打死人，打死好几次。好，扛着箱子，等他，哎，那哥们干啥去了？这逃兵啊，这是。OK， 这个 boss 回身一砸。这砸一下砸这么多血呀，兄弟们！我操，砸到1/4血，我不是跟你嘻哈的。虽然说这个 boss 有2个形态，好，果然 AB 过来一顿小打，再一个 AB， 然后把血一吃，踢过来，再打一套连招，然后可以打血杀了吧啊？没有，还是一直在正常的打。这个反正没有气儿了，可以废血。血杀直接秒掉，在空中啊，这哥们儿直接被打没了，看没看见？一般其他人都是被打成这个英雄碎片了什么的啊，结果他这直接给人打没了。OK， 最后一关，打的节奏还是蛮快的啊。黑骑士这个情况就这么个情况，这个大胖这个老板娘啊，也是一般我们都管她叫驯兽老板娘，长得特别像红灯区里面的欧巴桑啊。这个懂的都懂，不懂别问了啊！当然，一到最后一关啊，在这个版本当中也确实非常长。这个不像其他的闯关游戏啊，都是倒数第2关时间长，是不是啊 ？OK， 你看拿上刀可以在空中各种这个跳下抠啊，这招让我想起了这个洛克人儿。洛克人儿里面呢有一个对吧？有一个技能，我记得洛克人叉啊。洛克人叉4是吧？这个跳起来往下有一个寒冰下落，然后那个朝上的升龙呢是那个火龙那关，他就每打败一个 boss 都学会 boss 的一个技能啊，这个大伙应该能理解吧啊？当然呢，选的是 Zero 啊，不是那个洛克人啊。哎呀，在空中呱呱一顿捅，哎，这招真过瘾。捅了这么多刀都捅不死啊！这个确实还是弱啊，粘墙一顿扎，这感觉刀都可以捅卷刃了个屁的啊！不行啊，伤害太低。不过这招还可以追地，把人打倒了可以追地也可以。打开了保险柜，保险柜没锁啊！我他妈临走的时候锁的是结结实实的啊！小猫。这一看，这小猫都是那个 happy happy happy。好，忍一手
3、4、5、6点，一个血杀。那个还没死吗？啊，死了。扛着这个箱子往回一扔，大腿啊，留一个补在这里。哎，就这个血红色的刀手啊，他是精英怪，直接打下去，一搓，一炸。我操，这个兵还会如来神掌，我去。OK， 把血补满，然后现在是无限气儿，直接掉下来，哎，这又掉下去，这卡 bug 了啊！人呢？直接过关了啊！这个地方卡的挺有意思啊，不过也确实费血了。这个大家伙刚才看没看到啊？确实挺嘚儿的哈，这个把人卡到2个桥底下，但是呢还过图了，你说咋整呢？你说啊？血杀一根。好，你觉得他们是怎么走下来的？每次我一解说到这儿的时候，我都想说，有的机器人它真的是反重力了啊，可以直接从上面走下来，而且还是溜溜达达下来的。好，龙天明的人偶，这就是咱们可操纵的角色啊。这嘴里面吐蛋的小鳄鱼，吐出来的蛋呢，结果是变成了这个蜥蜴啊。这边也是怪怪的。好，猴子捞月。这里面的小猴子防御力很低啊，轻轻松松。好，一个铁桶，铁桶僵尸，看没看见？直接一个铁桶啊！1、2、3，踩着这个什么啊？踩着这个鳄鱼头，然后破窗而入。反正这游戏各种恶趣味啊，各种恶搞，都搞笑的啊。啊，这个大西瓜呢也是难得的加血圣技，这个圣器，该加，嘟，我没吃，把所有的怪聚在一起。啊，这个西瓜加血还是蛮不错的啊，但是这个武器到这儿就一定要扔掉。我们看看，又来到了隐藏的这个中心圈儿，然后一会儿下电梯，然后最后呢就是最终 BOSS 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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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感觉把怪聚到一起练这个必杀是真过瘾啊，打击感特别强。他这个最后练出这个招呢，一个那个一个拉刀腿啊，拉刀腿这个挺好啊，这个就还是高抬腿。高抬腿落地，然后直接还能踩一下啊！3个箱子直接砸死，真的能砸死，看不看见？不过这么一看，3个箱子砸死三个箱子砸死一个小兵，我觉得有点弱啊。你看刚才那个 BOSS 的这个前一管血，4个箱子就能砸死，那可想而知，那可能不是一个箱子啊，这木头箱子和那个铁盒箱还不太一样。OK。画面呢也是越来越逐渐变态了啊！这个地方呢就是直接把它打到这个电梯下面就可以。大伙儿看啊，这个背景这个墙呢是不断的在变的，最开始先是比较好，然后慢慢开始破败，啊开始变得陈旧，啊然后呢开始有点生物入侵了，看没见？然后又开始细胞，这个细胞是活的。好。这越来画面逐渐变态啊！可以看到最有效的清兵方式就是把兵直接从这顶上扔下去，这非常符合很多远古时期的带有电梯的这个游戏的设定啊。好，由于这个打得太快了啊，这个电梯走得很慢。好，啊看慢慢到底下又恢复了半机械半生化的这种感觉，直接喂，又跳走了啊！又跳走了，这个地方啊，好的，在屏幕最右边，我还以为这个没了呢啊。这个打死完会给一个这个船啊，可以看到这应该是龙虾，大龙虾，龙虾3吃是龙虾还是红尾鱼啊？那个石斑鱼啊，东星斑啊，
这感觉就是红，应该是龙虾吧啊。好，来看看最后这个金发老头儿，这胡子都是金的啊。OK， 一顿怼，直接落地生根啊，变成了一个机器人，上来先是一突突，有连招啊，可以看到20、21、22，这一直连招都是在的，但是可以看到它不费血，伤害修正的啊。躲他的地刺儿啊，开始费血了，但是连招可以看到，从刚才40多直接变成了13、45，这是中间他费血了之后呢，又开始掉。如果他不掉，你看就是这个地刺儿，强制的掉啊，连击断了之后呢，他还有一个后续的连击，打着打着就要地刺儿，你看一个地刺儿过来，这个地方明显还是想要玩一玩 BOSS 啊，如果要是正常打的话，他早就死了，兄弟们啊。连招不能完全一样啊，否则就这个连不上了啊，不让你连。它游戏就是这么设计的啊，不是说你练出这个动作，它一定会出伤害啊。好，躲地刺儿，可以看到打这个 BOSS 啊，如果要是正常打是，哎对，这才叫正常打。该用血杀的时候也可以用血杀，躲开他的地刺儿，直接干就行。好，直接打死！你看，必须要在屏幕最那边，他要走回来。我在想，走的过程当中就不能给他一撇子吗？啊 ？OK， 旋风手，呵呵，跳起来2连击，就一直这么打。这没有小兵啊，很多人说按理说有小兵，有时候按理说小兵会出来啊，不过你快速的把他打死也不是不可能。他练一个必杀，咱也打一个必杀，小兵刚出来啊，直接把他打回去了。第3个必杀。直接就死，一个必杀打2次伤害，兄弟们。OK， 那这就是来自我们的白熊哥啊，给大伙儿表演的这么一个电神魔魁的这么一个视频啊。在片尾最后呢，也是感谢白熊哥，感谢大伙儿的收听啊。如果大家伙儿一定要这个多多的啊，这个点赞啊，点赞的话，小狼就非常的开心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感谢大伙儿的收听，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